大家好，中国花旗银行决定于下个月6月26号停止全球的一个赎汇服务，请名额要的一个是就是人民币和外币，以美元啊什么其他外币不能自由兑换、汇出汇入。再请的一个意思就是中国政府要限制中国的一个钱汇出，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钱留下来。不让自由的进出，外汇要严格的把控，因为你人民币换成外币汇出去，它到账的肯定是外币吧，就是美元之类的，你人民币没办法直接的一个汇出，也就是说要把钱留在中国。这让我想到了15年，一开始中国政府是想办法把钱留在中国，才有了一个像什么海航啦、万达啦，因为它这些大的企业在外面拼命的并购，但是是通过转移中国资产的方式。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通过限制对外并购，导致了海航破产。万达、王健林的企业一直在卖，大家有印象吗？如果有关注的话。再一个什么呢？中国政府那时候还想推高股市，想把钱留在中国，留在中国的股市，推高股市，然后有了一个场外配资啦、场内配资之类的，然后中国股市、中国企业接不住那么大的一个市值，造成15年的股灾。如果有炒股的，大家都知道15年的股灾，那时候风头很劲的，像乐视啊、贾跃亭的公司啊、乐视啊、暴风影音啊，大家有印象吗？然后泡沫破了之后，这些股套了多少的散户？一开始中央政府想法初心是好的，想推动股市，把钱留在中国股市，但是被人钻了空子，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巨额流失，股灾损失了1万多亿人民币。中央政府一看，股市没办法留住这些钱了，只能通过房市了。大家有印象吗？15年的时候，涨价去库存，然后把热钱，就是把这些钱，把老百姓的钱留在中国的房市。你股市留不住了，只能说留在房市，所以说才有涨价去库存的一个方法。那时候15年涨价的，16年的房价是翻倍啊！15年的房价已经很高了，一般现在只有1万多、2万那样子，涨价像一线城市一下跳到4万多起步了。那个时候的房价翻倍的上涨，对于现在还有很大的伤害。只是为了把这些钱想留在中国，中国使出这一招有点什么呢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的意思啊。想到现在中国高房价承受的1亿，然后带来的一个消费不振，因为都买房子了嘛，没钱了嘛。说这个都是一个之前的一个步骤。那一段时间，美国也是加息的哦，不要忘了哦。现在又要重复历史了，大家有没有思考这一步中国平民的老百姓的选择要往哪里走？这一次美国也是加息哦，从年初开始已经加息了，到6月份、5月、6月份的话，可能还要上升0.75个基点。除了利率的一个上升，可能还要缩表，也就是说要把这钱收到美国去。你现在他美国这边国债利率升高了，买中国的利率国债不就是少了，外资的资金就要流入美国了。大家也知道了，就是钱不要换中国，要换回美国了，因为他那边的利息高了。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想出了一招了，你平民老百姓的一个钱不能自由的外汇，自由的汇出了。现在企业的钱呢？企业的钱怎么办？企业的钱可能还会像15年那样子，你不能贷款或者说内保外贷，你内部的一个抵押，然后在国外这边银行这边再贷款，可能这招可能没办法了。股市，因为你股市是联动到美股的，联动到美股那一段时间，中国的股市惨痛的教训，还是习近平领导的，他
麾下的人能动得了吗？虽然近段时间金融方面的一个官员落马了很多，昨天还落马了一个货币财政司的司长，他是一个现代货币体系理论的一个主要实施者，是直接听命于刘鹤的。但是这都是很宏观的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的。只要美元还是美元霸权的时候，你都没有办法动摇。他们加息，你这边股市不受影响的。所以说，今年我也不知道中央政府、中国共产党还能想出什么招。上次已经使用了什么七伤拳了，伤敌人1000，然后自损800了。现在你股市从去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你已经推了一波了，你还能再推吗？再推的话，你还能掌控吗？因为你金融系统的人，你习近平掌控不了啊。所以说股市的话也没希望了，因为你疫情的时候已经放水到股市上，已经放水了2年了。今年的话正好加上美国加息，你没办法了。当然，上一次你房价还可以用涨价去库存，这一次你房价还怎么涨？因为上一波能买的人已经买了，这一波恰好我们关注一下63年、64年这一波人是最大的婴儿潮，这波人已经60岁了，全国11个中大型城市已经呈现人口的负增长了，你房价怎么能再涨？深圳最新公布的数据，去年如果是刨除掉在深圳本地生的，然后自然人口的增长是负数，也就是说人口增长的一个量，扣除掉在本地深圳人口生的这一部分婴儿，来深圳打工或者来深圳居住、来深圳定居的人是呈负数的阶段。所以说，你房价和人口是息息相关的。你这一波人已经到60岁的这阶段了，你这个中国的人口的一个年龄结构是已经进入了老龄化人口了，人口没人进来，你城市的房价怎么推？大家平民老百姓也不是笨蛋，就算能推，那一次15年是全国性的推，才能有办法留住这些钱。现在能涨价的只有是一线城市的绝好的地段，也就是说这是地段好，然后或者学区房有这种政策优势的房子才有办法的。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的话，可能会类似于98年大下岗那样子，因为国家为了决定社会的稳定，只能是牺牲一部分人的一个利益了。从去年开始，已经是牺牲了教培行业，就培训行业，还有地产行业、房地产公司、地产行业这些人。其他的方面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为了保制造业的企业，制造业的企业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优势，这一部分他会保。那其他行业我可能会觉得是没办法，可能还会像98年，刚我讲98年大下岗那一次破产重组。98年那一次，虽然中国不讲有经济危机的一个词汇了，但是98年就是经济危机了，只是中国没有这个词了啊，有形容中国政府的一个发展而已。所以说这一次，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还是会破产一部分的一个企业，像我刚才讲的教培行业、地产行业，我觉得下一部分的话，可能相关的服务性行业、服务性产业的话，可能会不是太妙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如果是投资理财的话，这方面自己要有所抉择。暂时的话，我觉得中央政府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局面，因为你股市推不上去，你房价、房市又搞不上去，你这么多钱没办法，只能说是银行死守了。就像我上一个视频讲的，你人出不去，你钱也要出不去。我上一个视频讲的是中国限制外出境的一个规定，这下你人出不去了吧？现在开始你要你的钱出不去，只能是说通过这种死办法来解决了。
但是中国的产业可能会到了一大波的破产潮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服务性行业可能会有一大批的不适应市场而导致破产。大家要有自己的理解，要有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，职业就业呀，大家要有自己的一个抉择，想清楚这几年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怎样子。好，谢谢，这就是我的对于这一次中国花旗银行所发出的这声明，再联系到前几天我发的那个声明，还有中国政府的那个决定，限制出境的一个决定，通过这几条线索，大家要理解，中国政府已经有内部已经有决策了，人留下来，然后钱也要留下来，只能通过这样死办法了。好，这就是我的理解，谢谢。